我们现在这个3位来宾帮我们这个举牌好不好？你觉得现在可以存金融股的，帮我们按铃，圈还差金融股，好，金融股很多人在存。现在是怎样？一半一半不行。嘿，好，上流哥，你是率先说不行，你先讲为什么不行？我还是要澄清一下，我本身其实买很多金融股哦，我过去以来你可以买，别人不能买。我的意思是说。一样是属有练过，主动型操作要主动型的选股跟交易能力。你有10多年的基金对，而且我几乎是投信买最多金融股的经理人，所以我觉得自以为是了解比较透彻了。金融股说真的就是评价低，然后财务比较稳定嘛，然后配息也不错，然后大家又对官股形象比较好，就觉得说，官股可能比较安全。对，但是其实金融股在现在的环境其实是风险很大的。第一个，低利率就会造成它的利差会往下掉。对。然后假设现在景气还在高点嘛，景气往下的话，其实呆账会上升，获利会下降，而且因为金融股本身都是杠杆的，它获利会掉很快。然后配息也会缩水，就你不要看银行了，像。去年不是就差一点，那国泰金跟富邦金差点配不出来嘛，才稍微前年第4季摔一下，他们就快配不出来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其实是我很偏爱的一种类股，但是它现在的基本面风险是很高的，所以如果后面比如说像美债殖利率现在又一直往下，我就觉得这个对寿险又是偏利空。那台湾的利差是比较稳定，是因为台湾央行没有再继续降息。如果台湾央行降息，对金融股也是利空。那我不觉得说散户未来有能力会去判断。这个利空的能力，或者是到时候来不及砍股票，就会造成。那第4点是很多人这个坚持的理由，银行不会倒，买个公司不会倒很好啊。但是这是买债券的理由，这不是买股票的理由啊！你买股票，如果让你股票跌80%，你觉得跟有倒没倒是有差吗 ？OK， 好，这个债券怕违约率，公司不能倒，你觉得这不能构成这个理由？不错，这个观点啊，这蛮意外。我们今天3个来宾没有人按 yes， 很多老师在存金融股，正贤你的意见呢？我简单来讲，就是你的你到底存股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像我跟上流哥一样，我们可能上班抠很多公司。那你觉得所以我要存一个稳定的这个方法，我觉得可以。但我跟上流哥有件事，我反而跟他逆向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金融股遇到一次性的呆账，每一次只要任何金融股遇到一次性的呆账认列，你就像所有的三商银，或者所有的寿险业的一样，只要有一次让我认列一次极大的隐含损失，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寿险业可能要认列一次很大的隐含损失，或者金融业。过去三商银都认列过10块钱一个股本的损失哦，那一天我觉得绝对是大家跳下去买的那一天，对，认列那一天他要认列一个超额的呆账，对，那之前我跟华伦在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，寿险业不是我现在认为的配息观念，因为赚钱跟配息是2回事，你手上要有足够的现金，而且你这薪水你才能够配息。但是老实说，对于一些台湾的2线股的金融股，其实你要抱持的说，对我固定要跟他领个3-4%，它反而安全，因为台湾的非常多的金融业，它其实在我们的种种限制底下，它的预放比跟各边的控制是被控制住的。所以我刚刚提到，就你要赚金融股，对我的想法很简单，你不要去想说你要去赚它跟玉山金一样的资本利得，那很少。办得到，玉山金为什么那么特别？是因为只有它赚到资本利得而已，大部分都只能赚股息。对。那如果说你的目的投资股票变很明确，我就是1年只想领5%，那我认为还是一个好的存股标的。对，而且不用做功课的状况下是一个好的存股标的。但是我相信要投资股票，既然都承担了风险，一般人会把设想的报酬率再往上设，那这样的话。就不太适合做金融股的。如果你想赚5%以上的话，不适合啦。想要简单讲，小资主想翻身，你觉得不容易？对，但人家说万一踩到地雷怎么办？连5%都没变负15%。我说过，你用纯股的表示，就像当初三商银也曾经一次认列10块钱的损失，股价低到接近10块钱的票面值。但是你把时间拉长，我刚才纯股嘛，你现在是纯股就时间拉长，你买到那个时段的人没有一个人赔钱，因为刚刚说过，对，银行不是买债券，你可能不会
它跌了80%，你会损失。但你用纯股的角度，慢慢的80%一次性的损失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国内的银行有这样子的状况，而且台湾的政府很怕你出事，所以只要股票金融股快要有危机的时候，他会道德劝说所有的金融业者想办法去合并你，或者想办法去对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的金融股来看，我觉得相对全世界的金融倒闭率，或者是我觉得是相对的偏低。玉山金好不好？我们刚刚讲10年报酬率最好是玉山金。那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好了。大家为什么会投玉山金？其实不是因为玉山金在这个平台，大家知道吗？如果玉山金跟所有金融股在这个平台的时候，其实玉山金也就是一个稳定拿到5%的股票。今天玉山金为何会被每一个纯股人当成是圣经？最主要是它涨了这一段。所以纯股的人，你其实大部分拿玉山金是因为你赚了这一段的资本利得。可是我现在来分析的是，那玉山金有这个资本利得到底是合理还不合理？我们来看玉山金的获利吧。从105年开始，玉山金的获利就心如止水啊！对，就是8风打不动，就1.56、1.6、1.5、1.49、1.58，很不很稳？很稳。那有没有成长？没有成长。那这样子的公司为什么股价要爆冲这一段？对啊，那为什么会这么强？有非常多的理由，有的是筹码面，股价不只是基本面，有筹码面。像之前上海商银也因为 SCI 关系大涨了一段，所以当它大涨以后，它的殖利率就相对变小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它在它在这个股价在20几块浮动、18块浮动的时候，它赚1.5块，它本益比是12倍，但它现在还赚一样的钱，可它股价冲到30块了，那等于它的本益比等于是之前的成长了1倍，而且它的配息率也会比之前少1/2。所以你说你是配息的，你赚到这一段了，我觉得你不如换另外一个金融股来存，因为它的股息殖利率跟它的本益比都已经 over 一般的金融股了，你已经赚到这个资本利得了，你不如去换下一档。有这样子的话，可以换档操作一样的哈，因为觉得不太可能没有这个成长性。是。OK， 好，问一下华伦老师哈，这个大家知道你是个存股达人哈，你存了很多，但其实你也不太存金融股对我先自首哈，因为我不像经理人跟总编辑这么专业。那金融股跟景气波动会比较联动性比较正相关，而且它是跟升息降息也有关系。对，好，那最近台湾是刚经理人说，可能我们都没有降息。对，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跟全世界的景气，可能未来降息的几率还是有的。那只要降息的话，金融股的利差可能就会缩小了。那所以因为我没有判断说什么时候升息降息。对，所以我其实不太敢碰这个东西。那像一般你是巴菲特的信徒哈，不懂就不想去碰。对，要在能力圈范围投资股票。那像一般金融股那种官股银行或者纯放贷的银行可能比较稳定。对，那刚刚经理人讲到寿险公司，还有寿险公司可能就比较不稳定。对，看三商人寿到去年还是亏损还是负的。那国泰、星光、富邦其他都不太稳定。好，那玉山刚刚讲那种比较在销金方面比较好的公司可能会比较涨，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不太买金融股了，因为跟景气波动我比较没有办法判断这样。OK， 好，金融股其实我们今天发现现场都有不同的意见，给大家做参考哈。好，那第二题我来问一下，因为现在大家觉得疫情紧张哈，要稍微稳健一点，那存电信股可以吗？电信股好不好？请按铃哈，电信股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3个人3种意见，我真的觉得很困难呢。好，电信我们先来看看刚刚讲几个数字哈，大家看到这个标金会觉得说哇塞，我们第二波已经出现了，这个第二波的数字已经来到总标金1421.9亿哈，这第二波竞标结束。那我们来看到这几个数字，我觉得这个数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哈，因为大家在疯狂的在这个花这么大钱在标之后呢，那么加上之前的499之乱哈，台湾很喜欢这个卫生纸之乱、口罩之乱、499之乱之后，那电信业最重要的月租费，他们的收入呢，其实不断的下降哈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数字4G ARPU， 讲大白话就是说，这是客户的月租费哈。我们看到第一季呢，这个所有的月租费来看到这些数字，全面跌破500块钱哈。那到现在是一蹶不振哈。这个钱没有赚到，又花那么多钱去标5G， 电信股到底要怎么看？我们刚才也看到几个数字，这个他们的营收其实也是下滑的。刚才
正贤是局不行吗？是，尤其是现在，我想说，如果4年后你问我要不要存电信股，也许我会存 yes 哦。4年后，为什么？我给大家讲2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就是说电信股，你问我短线会不会涨？有可能，因为大盘越不好，投信基金经理人越容易去买电信股来当。那这个叫短线的效应。我们一般人不是投资经理人，没有要持股70%，没有要持股80%，没有必要选抗跌的公司。对我来讲，就投资重视赚不赚钱，电信的获利在往下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大家都赖来打电话，大家都减少服务，然后399之乱大家都懂。那可是我现在要教大家一个，为什么要4年后？因为这次早就已经教过大家了，所以电信股的获利会往下。那为什么？我今天要解释一个道理，就是很多人都不懂为什么电信股要天价来标5G，然后明明算出来就不会赚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提醒大家，就是为什么说4年后？因为大家认为5G可能是最后1G。你说，明明有6G 嘛，6G 是卫星通讯，6G 是马斯克这个狂人的梦，他要在全世界盖低轨卫星，然后让国内的电信业者去配合他的卫星，中华电信不会自己在台湾盖无数的低轨卫星，然后去吸引，所以这是马斯克的梦。我说过，4G 到5G 不是为了手机变更快，因为变更快我们已经够快了，所以5G 可能是电信业者认为他要投资电信支出的最后一代。那他认为他只要这4、5年把折旧摊体摊完了，未来的获利就会大幅的成长，因为对电信业或对台积电这种来讲，它最大的费用在折旧，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折旧摊完了，如果又没有下面1G 的话，它的获利就会大幅的提升。所以我在讲现在我不认为，因为这4年呢，这5年他要提炼大笔的折旧，那等到这4、5年折旧完，如果真的如大家讲的，就是我们的手机也没有需要再进一步了，大家一直停留在5G 了。那他们费用一下来以后，他们还是稳定的在赚这个配息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，但现在这4年，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好时机。等它折旧这些全部摊提完之后，我们再进来。好，4年不要碰很久对，其实我刚刚举中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就短期之内它电信股的获利一定应该都持续衰退。好，但是我刚刚补充总编辑点，就是说这个5G 被视为说人类发明电力之后最大的革命。对，好，那5G 速度很快，它没有延迟那不管以后的自驾、物联网、车子啊或医疗都要用到5G，你不可能做医疗或开车会有0.几秒的延迟。对，不行。对，所以还是放眼未来啦。那短期因为获利比较衰退，那因为电信股像2G、3G 赚太多了，所以即便在4G 上可能还没有办法获利。那他以前赚太多的，用以前赚来的钱来配息，所以还是可以稳定不错殖利率。但是如果你要成长的话，那电信股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纯股的纯股。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定义这个东西啦那我个人是比较着重在成长。所以说像我举个例子，在2014年的时候，远传跟日友都是57块。对。那远传配息多少？配息多少？3.75，日友就配息2块。对。但现在的股价，远传是57到67，日友是57到267。哇，差这么多。没有错。所以说你把它当成定存股，过几年也许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标的这样子。OK， 好。所以你觉得这现在就是一样啦？一样，现阶段殖利率真的少少的赚的话，对。那这个庄手边是一贯延续，他觉得要有这么多股票可以选，有成长股票，你为什么不选这一些？要选现在还在摊提折旧的呢？好，我们又来看那这个正贤问到现在金融股、电信股都不太能够存，要存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一档这个星象因为最近宅经济不能出门，也不能去餐厅，也不能去逛街，在家里打手游星象这个营收创新高，法说会看到一些蛮多的好消息，你觉得像这样值得投资吗？还只是一时之间的？对，简单来讲，我们要营收创新高的公司要能够一直持续。如果单纯的营收创新高的公司，短时间呢，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利多出尽。那为什么星象这个法说我们在之前也听过了？其实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长时间的产业，我看好是伺服器概念股。那今天讲到星象，只是因为我们每周都有嘛，所以大家讲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。那新建今天股价也在涨。那我想提醒大家，就是最近很多大家讲财经讲游戏股。游戏股，我想教大家一个特别的操盘法，就是游戏股，当你看到现在电视正在打什么游戏的广告的时候，然后开始公开发行的那一天，往往都是它的最高点。这件事情在过去每一年都呈现，就是现在，例如说现在是《三国群英传 M》，所以每个人都说它是宇峻的游戏嘛。可是当他开始打广告的时候都可以买，然后当他开始正式发行完的那一天不要买，预购开始买，发行那一天卖，预购那天对发行那天卖这件事情。
就是所谓的简单讲，就是利空出尽、利多出尽的道理。那为什么星象可以买？我们跟你讲，这个全世界唯一不变的，这个人就是爱赌。那星象来讲的话呢，你还在以为只是明星三缺一在赌麻将，对不对？错了。最近大家看到那个游戏啊，很多那个新平台有没有看到什么海王来袭啊、超黄大的这些，都是类博弈，类博弈就是赌啊，对，类博弈，类博弈，博弈是你可以拿钱换钱，类博弈是你可以拿积分换奖品，对，那这样呢都会刺激那人类。我说过，人类最原始的欲望，赌就是其中之一啦。那这家公司呢，未来在今年还要再开另外一个平台，那就等于是会给大家一个新的刺激。那目前来看，只要它营收有在创新高，我说过买股票，我不管传产，我不管电子，我也不管什么类，我只管它会不会有成长。那如果你确定成长的趋势是明确的，我相信都是大家不错的成长标的。那星象就是因为它还要再开一个平台，然后它新的平台来讲的话，又是一个很大的 cash cow， 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，也许是一个可以注意到，只要营收能够持续创高，我相信它的股价就不会寂寞了。OK， 好，供大家来做参考了。因为刚刚讲这点，这个人性就讲起来是好像这个蛮站得住脚了。不管疫情什么恶化，哈，人性类博弈的喜好是不会改变的。